朋友們，今天的比賽太精彩了，這就開始。老規矩，喜歡的話，希望您點讚、評論支持一下。關注老 K， 足球新聞盡在掌握，謝謝。今天朋友們，咱們在直播中先是看了皇馬的比賽，然後又看了曼聯的比赛，最後老 K 又一個人看了曼城的比賽，所以對英超的理解感覺又高了幾個層次。今天好好跟大家講一講啊。先說一下曼聯這一場，真是一開始從第1分鐘起，咱們就能看出曼聯的整體心理狀態和決心、心態完全不一樣。第19分鐘，裁判判了個點球，但看了 VR 之後呢，又判為禁区外的任意球。弗洛姆本以為逃過一劫，可沒想到一個傳球，卡塞米羅高高躍起，頭球破門，1-0領先。下半場第56分鐘，卡塞米羅一個極為瀟灑的不看球傳球，看左邊傳右邊，直塞傳過去，庫尼亞在小角度非常有決心的小角度爆射，近高遠低，2-0領先。一直到了第85分鐘，風雲突變，過去狼队的主力墨西哥高中鋒勞爾·西门尼斯在禁區內接球射門，已經完成了射门動作，但是被馬奎爾的鏟球帶倒了身體，主裁判果斷判罰了點球，西门尼斯親自主罰命中，1-2。補時第91分鐘，弗洛姆在左路打了一個簡單的2過1之後，在禁區角打出一記世界波，直掛球門遠角。91分鐘，凱文將比分扳平。其實整個90分鐘的比賽，曼聯的表現一直非常好，尤其是在1-2落後之後，曼聯果斷換人，並且採用前場緊逼。但是英超的水平真的高，真的比不少歐冠比賽的水平都要高，所以弗洛姆真的是靠自己实力扳回来2個。但這時候94分鐘，謝什克禁區內果斷的爆射得手。謝什克在替補上場的20分鐘表現非常好，尤其是今天這個球在禁區內接球轉身，甚至還有一個向右旋轉的0.1個假動作，然後再向左旋轉。這0.1個假動作導致弗洛姆的2個中後衛沒人對他上前進行逼搶。所有的一切真的是當時老 K 真的激動的拍桌子大喊呀，這才是足球，這才是英超，无逆轉不红魔。又是一場把綜藝流量拉滿的比賽方式，先進2個打得非常好的情況下，卻被對方在91分鐘扳平，94分鐘又3-2絕殺紅魔，曼聯夢劇場老特拉福德。過程非常的艱難，但現在拿到3分是最重要的。這賽季曼聯先在卡里克帶領下重返歐冠。過去這幾場真的，卡里克的曼聯那種濃郁的過去弗格森曼聯的味道太強了。無論是從比賽第1分鐘對足球、對比賽展現出的那種尊重和高度重視，還有在1-0之後絕不滿足，要打成2-0，可2-0竟然被連扳2個。在這個過程中，紅魔曼聯的每一名球員，你都能看到他心態的變化，不是一種消極的變化，而是一種積極的應對，一種 reaction， 一種反應。所以老曼聯球迷、老槍迷、老利物浦球迷对今天的這支曼聯應該會強烈的感到一種復古感。哈哈，今天的卡塞米羅真的是先庭信步，尤其是那一腳 no look pass。可是在下場之後，胖虎看的臉都黑了，鏡頭給到他一臉是心臟病犯了的感覺。最重要，刺激之餘，曼聯還能夠贏球，這是倒退了20年，回到了弗格森時代呀。要說咱們卡塞米羅的 no look pass 略顯生硬，跟過去的巴西前輩小羅玩這招相比啊，整個肢體動作有一種僵硬的蓝領感，但咱們就是愛這樣的胖虎。哈哈，記得在扳平之後，當時場下的庫尼亞和胖虎卡塞米羅是一臉黑，被絕平的胖虎都已經 emo 了，但絕殺之後又和庫尼亞抱在一起。所以跟着咱們老 K 足球新聞，這個賽季紅魔的比賽是一場一場的說下來，多少年沒有看到過去曼聯球員身上的那種自信和拼勁啊，都回來了。這是一種很乾淨又充滿動力的，純粹屬於足球、屬於英超的感覺，永不服輸的精神，這就是紅魔曼聯的精神。過去這10幾年，各種教練帶曼聯一直不順，各種教練的各種黯然下課。真希望卡里克就是最終的答案，因為他是最像弗格森的一位。很感動，也很激動。只要你在人生走得夠長，那麼一定會經歷某些時候的人生低谷期。看到曼聯這種多年來在泥潭中不斷掙扎的豪門球隊，終於現在有了一絲希望的曙光。那麼我希望老 K 足球新聞的每一名觀眾以後就不用那麼害怕黑暗了，不用那麼害怕困難、挫折和彷徨了，一切只需要6個字：立刻牛逼起來，立刻改變心態。今天的利桑德罗·馬丁內斯牛逼，今天的馬奎爾牛逼，今天的門将拉门斯牛逼，中鋒謝什科牛逼，卡塞米羅、逼费每一個我一時想不起名字的曼聯球員都牛逼，立刻牛逼起來，真的是過癮呀，真的是刺激。看到最後替補席上換下去的庫尼亞和胖虎還有達洛特3個人排排坐，像小朋友一樣，沒給我笑死。這不是新教練上台的蜜月期，這是真正的曼聯已經開始牛逼啦。這樣的氣質的回歸，這樣的提升紅魔的凝聚力，
我真的感謝曼聯有這樣的球迷，特別是那位非5場連勝不剃頭的須發哥，沒有你又怎麼有今年的曼聯？2026的1月份，紅魔曼聯，我們希望他一直保持一個向上的衝勁兒。所以另一方面，英超是真難踢，英超是真難踢。即使曼聯今天發揮得如此生猛，仍然被富勒姆在客場還能扳回2-2。可是什麼樣的球隊真正能夠踢英超？就是像2-2被扳平之後的曼聯做出的反應，你仍然有機會可以也能夠再进对方一個。這就是現在曼城所欠缺的血性。93分鐘還在邊路狂奔的隊長逼飛告訴你，這才是曼聯精神。所以在這場比賽之前，我們所有的球迷都擔心曼聯虐菜不行。可今天虐的是菜嗎？那不是，那是富勒姆啊！在最後比賽結束的一瞬間，看着卡里克，我眼中全是弗格森。那麼在卡里克上台之後，谢什克找不到自己的主力位置，没有關係，年輕人呀。今天替補20分鐘的表現，就是他應該有的決心，應該有的心態和狀態。最後進球之後絕殺之後，那跳的是真高，真高。除了進球之外，今天他還有一個頂在門柱上的頭球，那一瞬間有點比埃爾霍夫的感覺。看台上的福格森老爵爷一直在吃着他喜歡的零食。這場比賽是徹底打出了強隊的氣質，獨屬於紅魔曼聯的氣質，是1999年那時候的曼聯踢法。那時候看過曼聯奪3冠王的每一場比賽的瞬間的球迷應該都記得那種感覺。如果沒看過沒有關係，可以去嗶哩嗶哩看一下奪3冠王曼聯的紀錄片。想一想，當時的紅魔真的太強勢，基本壟斷了英超聯賽，冠軍幾乎全是他們的。被進1個，被進2個，不用擔心，肯定能踢回來，然後反敗為勝。而且福克森是極為囂張，天天在場邊嚼口香糖，還打造了一種全世界都在跟我們曼聯作對的文化。這是一種什麼文化？最近看 Peaky Blinders， 這就是一種浴血黑幫的文化，黑幫文化，愛爾蘭氣質，蘇格蘭氣質。是的，今天教練席上38歲的埃文斯，他是北愛爾蘭人；39歲的 Travis 比尼恩，他是愛爾蘭人；還有咱們的前主帥福格森，他是蘇格蘭人。今天听听賽後卡里克的發言，他說所有人都跟我們說要控制比賽，但我從來沒有信過這些。卡里克說是的，今天這場比賽太精彩了，我覺得我們可以聊很久。我認為經歷了比賽中的一切，領先被追平，又在最後階段進球，和上周類似，承受了丟掉尾聲階段進球的失望，然後又打進一粒關鍵進球，這是一種很棒的贏球方式。一旦你贏下比賽，這種感覺真的非常好。球員們展現出的精神和鬥志令人印象深刻，我覺得我們還能做得更好，踢得更好，但這已經是一個很好的信號，我們可以憑借這種精神贏得比賽。謝什克替補上場並創造了關鍵的時刻，我為他感到無比高興。是的，我當然為這場勝利感到高興。今天我們2-0領先的時候，我整個星期都覺得比賽可能就會像這樣進行。富勒姆是一支非常非常強的球隊，他們會在比賽中佔據一定的優勢，而我們必須防守穩固。所有人都跟我們在談論要控制比賽，但我從來沒有信過這些，因為富勒姆確實是一支很強的球隊，所以我預料比賽會有點像今天這樣，有時候需要防守，有時候會有進攻的威脅，最終我們足夠有威脅，也贏得了比賽。那麼我們過去都了解福格森時間，是的，贏球的方式今天很精彩，當然有時候你會希望贏得更輕鬆一點，但這種贏球的感覺我覺得意義重大。你可以看到每個人都在慶祝，球員、替補沿着邊線奔跑，所有人包括球迷，我認為正是他們踢球就是為了這樣的瞬間，能從他們身上獲得動力，這對每個人來說都是特別的時刻。今天在我們丟球後還能再次反擊得手，是的，性格就是我們想要擁有的品質。球員們在最近2場比賽中都展現了這一點。有時候事情不會完全按照你的計劃進行，也不完美，但你必須在自己的性格中去找到力量，深入挖掘，抓住關鍵的時刻，堅守信念。今天曼聯球員們確實做到了這一點，所以對我們的未來發展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信號。是的，就是這樣，所以英超是真難踢。為什麼利物浦前面老是絕殺別人，現在又老是被絕殺？因為英超，這就是英超的常態。今天曼城為什麼領先2個球被逼平？曼聯為什麼領先2個球被逼平？曼聯為什麼最後又能夠絕殺？因為這些都是英超，英超就是這樣的常態。關鍵是你如何去應對。今天的阿森納確實每一個球員從精神氣質上已經被阿爾特塔注入了一種東西，這種東西就叫強硬。再加上總監貝爾塔給他們打造的每個位置都有2個以上的優秀球員，所以這賽季的阿森納在賽季開始之前，老 K 就看好他們今年真有希望奪冠。所以卡里克非常的清醒，所謂控球都是虛的，贏球才是真的，進球才是真的。為了控球而控球，有時候是贏不了球的。
所以那些馬後炮的曼聯紅魔名宿們，什麼加里內爾，什麼羅伊金，你們全部靠邊站。現在未來都是屬於卡里克的時代，現在就已經開始了。那麼今天的英超真的是速效救心丸，必須得備着。本輪英超出現了3場讓2追2的劇情，但結局各不相同。曼聯就不用說了，那麼在切爾西3比2戰勝西汉姆聯的時候，也是出現過讓2追2的劇情。再加上曼城也是上半場占據絕对主動，2比0領先熱刺，可是下半場風雲突變，索蘭克完成了梅開2度。不着急，咱們一點一點的說，但英超是真的好看，每一次你點開英超，純中立球迷都会看得很興奮。另外一方面，2比0就是英超的世界最大的陷阱，其他的球队都有血性绝杀，只有曼城沒有。本輪英超踢得太爽了，最開心的就是我們這些球迷。那麼先看積分榜，在曼城被追平之後，在曼聯絕殺之後，現在曼聯又擠進了歐冠區前4，距離前面的阿斯頓維拉只差5分，也只領先後面的第5名切爾西1分。切爾西能夠進入歐聯區，但是只領先第6名利物浦1分。在利物浦之後是落後3分的布倫特福德、富勒姆、埃弗頓、紐卡斯爾聯队等等，而托特納姆热刺已經坐穩了第14名，29分。領先降級區有9分之多，熱刺的球迷可以不用擔心降級了。另外一方面，阿森納領先曼城已經有了6分，這一屆的英超冠軍穩啦！還有就西漢姆联和伯恩利还有狼隊依然身處降級區，伯恩利和桑德蘭的比賽會在明天進行。西漢姆聯落後領先他們的第17名諾丁漢森林6分，還有一線保級希望。那麼本賽季下半場的英超最大的懸念就是曼聯能不能夠一路北伐，甚至拿上前3。今天賽後只有一位名宿，只有過去一位曼聯的名宿評論員菲迪南德，他的3觀真的比较正，真的比較客觀和中立。他談到了弗格森时间，這是卡里克時間呀，他絲毫就不慌。賽後菲迪南德發了視頻表示，哇，這是多棒的一個周日啊！好啦，各位回頭見，弗格森時間哦不，現在是卡里克時間，兄弟們，他就站在場邊指揮角球，全程鎮定自若，眼神裡絲毫沒有慌亂，他早就篤定好戲還在後頭。跟你們說，不少已經離場的球迷這會兒都恨不得衝回球場呢，哈哈，太歡樂了，這個周日太讚了，簡直完美。行了，不多說了，謝師和牛。所以想一想，前段時間的主教練阿莫林甚至不敢抬头看自己球隊的比賽和點球。那麼現在不用說了，事實勝於雄辩，很多時候換帥就是對的。除了曼聯，切爾西的換帥也值得點讚。那麼執教曼聯的前5場聯賽贏下4場，卡里克成為隊史的教練第3人。前2位分別是1946年的馬特巴斯比5場全勝，還有2019年的索爾斯克亞5場全勝。想一想索爾斯克亞，我們有點慌啊！千萬不要成為索爾斯克亞，應該不會，因為索爾斯克亞對球員是哄，卡里克感覺真的是有一點強硬的。對了，最近這段時間庫尼亞進球之後跳的那個搖擺舞的慶祝動作真的好帥呀！接着奏樂，接着舞。旁邊的湖人名將23號勒布朗詹姆斯給您伴舞。所以最近曼聯打的全是精銳，又是阿森納又是曼城，還有今天的富勒姆，這成績相當可以。這賽季富勒姆打的真的挺好，绞殺能力真的很強。不過另一方面，我們要看到在卡塞米羅2比0下場之後，一下子富勒姆就攻勢如潮，所以曼聯要想找胖虎的接班人，這個任務十分艰巨。考慮到卡塞米羅的高額薪水，不觸發合同續約條款，好像有其合理之處。但儘管卡塞米羅本月底就將年滿34歲，他的速度也不復當年，體能也一般了。可是客觀講，曼聯即將失去一位在攻防兩端都能提供巨大幫助的頂級防守型中場。卡塞米羅今天第19分鐘的頭球就展現了他離隊以後曼聯將缺失的一項特質，定位球中的空中優勢。畢竟咱們胖虎头大嘛。所以此前曾有人質疑俱樂部為什麼要在2022年重金引進這位在皇馬幾乎贏下過一切的老將，可現在沒人質疑了，他已經成為咱們紅魔曼聯球迷心中最大的英雄之一。他今天上半场的傳球雖然也有失誤啊，傳丟過6次，可是一直在展現一種向前推進的意願，不是在選擇傳更穩妥的安全球。今天比賽中有一幕，當史密斯罗在曼聯4後衛身前輕鬆獲得空間的時候，當時後腰卡塞米羅確實沒能及時回追，但是隨後的比賽中，他和馬奎爾一起聯手，這2位大頭先後化解了史密斯羅還有薩姆埃爾·楚克維澤的突破。另外就是卡塞米羅在持球控球時候的果敢，這也造就了曼聯的第2個進球。他的瀟灑的不看球傳球直塞庫尼亞，巴西同胞庫尼亞破門擴大比分。
另外再想一想，在75分鐘卡塞米羅被換下場之後，对方的弗勒姆是如何突然就逐漸找回了信心，制造了威脅。這就提醒了我們曼聯自己卡塞米羅的重要性。此前卡塞米羅是因為一次草率犯規吃到了黃牌，但弗勒姆很快發現他下場就更容易打穿曼聯的防線了。想起來3年前，当時滕哈格曾經稱讚卡塞米羅是球隊的磐石，說卡塞米羅的防守，他的組織，他清楚自己的位置，預判並且指引隊友的站位，在中場贏得球權。是的，卡塞米羅就是曼聯這支球隊所有好表現的核心之一。今年夏窗，曼聯的引援团隊必須要找到他的替代者，這個任務很艰巨呀。所以擺在曼聯的面前啊，現在安德森、還有沃頓、還有巴萊巴這3個人如果能夠合體，那買過來就更好了。不過小孩子才做選擇，對成年人來說啊，3個字我全要。明年如果曼聯要踢歐冠，沒有了卡塞米羅之後，現在只有一個梅努能用，所以啊，至少我覺得要補充3個中場。至於要花多少錢，哎，那都是值得的，又不是咱們自己的錢，對吧？好的，另一方面，在烏加特替補出场的情況下，曼聯本賽季已經丟了24個球，他上場後今天又連丟2球。這位24歲、身高1.82米的烏拉圭中場，完全不像南美球員，完全沒有那種強硬，看他拿球啊，就感覺非常燙腳。而且這家伙沉迷於女色，談了姆巴佩的前女友之後，狀態就一落千丈。那是男人都知道他的問題出在哪兒了。上賽季末一談了這個女朋友，狀態就下滑得非常明顯。你再看看他女朋友的身材，你就全都知道了。還有今天替補上場的約羅，丟球的時候，我覺得烏加特和約羅都有責任。甚至烏加特打後腰位置還沒有利馬踢得好，利馬有一場打後腰還挺好的。可是如果利馬打後腰，後衛又上誰呢？現在的海文、約羅都是上去交學費呀，只能等德里赫特回來。所以另一方面，馬奎爾賽季末走不走？我是覺得真不能走，反正錢又不是花我們的。馬奎爾和德里赫特打個雙後衛，利馬有時候還能在後腰頂一頂，這樣的曼聯才真的硬。好，今天進球之後，庫尼亞已經連續3場英超直接參與進球。過去卡里克上任以後，他3場比賽貢獻了2球1個助攻，而且這也是他職業生涯第4次攻破弗勒姆的大門。弗勒姆和伯恩茅斯、切爾西還有圖恩一起，成為了巴西前鋒庫尼亞在職業生涯進球最多的對手。本賽季有了庫尼亞和姆波莫啊，曼聯的锋線是真的舒服，他們踢球的決心非常夠，非常堅決，打門很堅決。如果又是上賽季那種很多時候在禁區裡面拖拖拉拉的，那曼聯是不会復興的。所以這個思路也是對的，還是得買咱們英超自己的高級貨。你就看一看弗勒姆這麼強硬，对吧？你就知道經過了英超各場比賽淬煉的球員那真的跟外面的球員不一樣。強烈建議未來曼聯就是要在英超花大價錢，內部挖潛力，能夠在英超打出數據來的根本就水不了。之前總是做水魚，去其他的聯賽買高價的彩票，能中的最後你算算有多少？但有一點，庫尼亞的停球啊，他 first touch 啊總是有問題，可能是踢球習慣的問題。他接球以前眼睛看的不是球，是空間，所以对方只要第一時間上搶，就很容易出現失誤。這一場庫尼亞經常球停大，或者被對面的後插上斷球，他是喜歡往有空間的方向停球，很多時候能讓他不用調整就直接把球帶走，他的不少球也是這麼洗出來的。但這種停球習慣技術不夠，還是有很大風險，在對面全力搶出來的時候不好辦。還是那句話，狼王一直是狼王，雖然失誤蠻多，但在場上是真的拼，而且鋒線球員一定要有這種決心，射門要果斷。曼聯就需要他這種一刀斷水流的。還有就純打邊路可能不太適合庫尼亞，還是在中路的威脅更大。現在勒布朗詹姆斯姆波莫和庫尼亞合體，咱們曼联天下無敵。值得指出的是，本賽季在英超赛场，曼聯在控球率不足 45% 的7場比賽中竟然全勝。本場對弗勒姆控球率只有 42.4%， 而其餘的6場勝利的對手分別是阿森納、曼城、紐卡、布萊頓、利物浦和切爾西。相比之下，在本賽季控球率達到 45% 以上的17場聯賽，曼聯僅僅取得了4場勝利、8場平局、5場失利。所以什麼意思呢？就曼聯的 DNA 裡面就沒有無效控球的打法，高效簡潔、一擊致命，這一直是曼聯弗格森時期的關鍵。尤其是在英超，除非你實力碾壓即使你實力碾壓像曼城那樣，有時候也會丟分。所以控球率乾脆放一放，咱們就打防反得啦。還有卡里克可不是穆里尼奧的打法，過去他帶米德爾斯堡的時候用的就是傳控打法，可是現在曼聯的運動能力太差，根本就控不起來，索性發揮自身優勢，利用前場速度打轉換，打攻防轉換。所以好的教練員思維不能一根筋，理想需要服務於現實，
足球哲学的最終歸宿是贏球，不贏球那都是狗屁哲學。想一想那一年的巴薩風雨飄搖，是哈維到了巴薩蹲起了坑，在重建期拿下了西甲冠軍，歐冠通過反擊把大巴黎都打麻了。要不是阿勞霍的紅牌，估計那一年哈維的巴薩走得會更遠。成績不好的時候真不能搞那些花裡胡哨的。曼城前段時間也在蹲坑，也在打反擊嘛，所以卡里克喜歡梅努那是有邏輯的。所以控球力这個東西對真正的頂級教練來說有時候毫無用處，反擊有時候你能夠把瓜迪奧拉的曼城打得讓他差點急眼。但足球比賽什麼最重要？預期進球數我覺得非常重要。好，今天再看看咱們的隊長逼費，他打慢了全場並且送出2次助攻。31歲的逼費本賽季已經在英超聯賽中制造了多達66次機會，同期數據排在所有球員第1位，比排名並列第2位的薩卡和賴斯多出了23次。可是薩卡和賴斯都是阿森納的，加起來是86次。這一切就能夠理解今年阿森納的成績為什麼好了。那麼本賽季21場英超比賽，逼費已經送出了12次助攻，追平了個人單赛季英超最多的助攻數據。要知道賽季還長着呢，逼費在今年能夠拿出他最好的数据。不過20到21賽季，逼費還斬獲了18個進球。本賽季到現在，逼費的進球只有5個，這方面可以老隊長再加油一下。今天比賽踢到了93分鐘，逼費一個精彩的轉身，完美的斜傳，妥妥的鐵肺巨星啊！在過去6年裡，很多黑暗的時候，逼費就是光。他真的是英超第1前腰，甚至是世界第1前腰。那麼在今年夏天的世界杯，在葡萄牙最強的一届，在 C 羅最後的一屆，逼費能不能夠給葡萄牙帶來一個世界杯冠軍呢？咱們拭目以待。這裡多提一嘴，英超的助攻記錄是過去亨利和德布勞內的20次，2個人並列。今年的逼費爭取打破這個記錄。好的，今天還有一個記錄在延續，曼聯隊史上英超主場在半場領先的330場比賽仍然保持不敗，總戰績是304勝26平，這才是夢劇場啊！咱們再看看曼聯旭發哥最新頭髮的情況，他曾經在2024年10月立下過著名的誓言，球隊如果不能取得5連勝，他就不剪頭髮。現在他的頭髮已經非常長了。就不知道有沒有鐵血的曼聯球迷敢立一個更重的誓言，曼聯如果不拿英超冠軍，我就不剪頭髮。好的，最近曼聯已經有8場沒有贏過熱刺了，卡里克帶領曼聯衝一衝吧。上賽季曼聯可是被熱刺4殺，熱刺的2個帶刀中後衛很猛的，下一場曼聯对熱刺值得期待。OK， 曼聯到現在已經連續7場英超保持不敗，也是目前英超保持不敗最長的球隊。他們也是2026年在英超聯賽中唯一保持不敗的球隊。有一說一，這裡面有一半也是阿莫林的功勞，甚至也有弗萊徹的功勞。好吧，過去老 K 說了那麼多曼聯恥辱的記錄在不斷被打破，現在終於也有曼聯好的記錄出現了。這今天卡里克帶領曼聯收穫的英超3連勝，也追平了阿莫林執教1年半英超最長的連勝。卡里克在曼聯的主教練任上，目前保持5勝1平的不敗戰績。他第一次是在2021年11月，索爾斯克亞下課後短暫擔任了曼聯的看守主帥。一切的一切都在好起來。今天胖虎卡塞米羅踢了75分鐘，觸球53次，傳球成功率79%，射門1次，射正1次，傳射建功。地面爭搶7次，成功5次，爭頂2次全部成功，還有3次搶斷，3次解圍，1次攔截。在卡塞米羅離場的時候，他的搶斷和解圍數據是全場最多。但是儘管如此，曼聯著名的球迷團體1958還是在繼續抗議。他們明確指出了5項急需的改革，他們想要阻止曼聯俱樂部的持續衰敗。在本場比賽前，1958組織在老特拉福德球場外舉行了大規模抗議活動，反對美國人格雷澤家族和英利士集團的所有权。在抗議队伍的前排擠滿了戴着小丑面具的球迷，這源於2周前他們在聲明中將拉特克里夫爵士稱為無能的小丑。1958組織曾經在8月份取消了賽季揭幕戰的抗議計劃，當時他們承認在自己 9.5 萬名成員中存在分歧，有許多人認為英利士集團理應獲得更多时間。但現在就在他們覺得自己抗議理所當然的時候，卡里克正在帶着紅魔曼聯復蘇。所以咱們再觀察，看看曼聯能不能夠一直向北發。好的，接下來咱們再看一下皇馬的比賽。哎呀，這場比賽不想提呀，真的不想提，因為我看了全場還直播了。皇馬從比賽的第1分鐘，所有的人就在踢大爺球，看的老 K 在直播中一直那個罵呀。
不過也不是所有人。其實剛開始，維尼修斯和居萊爾是兩個唯一有取勝欲望的球員。維尼修斯果然也在第15分鐘就1對3完成了兜射破門，打破了自己西甲13輪的球荒。可是此後的皇馬真的是越踢越差，連維尼修斯和居萊爾也被傳染了各種非受迫性的低級失誤。第49分鐘，被老 K 形容為只有幼兒園踢球水平的巴列卡諾隊竟然扳平。當時德弗魯托斯左腳抽射近角破門，這個球真的活該。很多皇馬球迷看了今天這一場都覺得皇馬活該，寧願輸球。雖然最後贏了，反而還不高興。最後10幾分鐘1比1被扳平的皇馬終於開始動了起來，大爺們終於開始搶了起來，跑了起來，早幹什麼去了？第80分鐘，對方的西斯对塞巴略斯暴力犯規，被直接紅牌罰下这個紅牌沒有問題。最後的補時補了10幾分鐘，在這樣的裁判的幫忙下，第100分鐘補時階段，布拉辛迪亞斯造了點球，姆巴佩點球破門。個人覺得這個點球的判罰很有爭議，因為對方球員先是左腳碰到了球，然後右腳再把布拉辛迪亞斯踢倒。好，補時階段第13分鐘，對方的查瓦里亞在場邊推倒了羅德里戈，染黃牌，2黃變1紅被罰下。當時姆巴佩憤怒的都衝上去頂牛了。姆巴佩當時體現出了一個領袖應該有的保護隊友的氣質。可是今天這場球，真的不想說，太醜陋了。即使是皇馬球迷看完了之後都只想笑，苦笑。最後的最後，終於騙點球騙成功了。皇馬的這種騙點球戰術前場的球員個個都想騙點。姆巴佩的那種假摔，2個腿蹦起來360度旋轉，而皇馬的後場一遇到對方的逼搶，一個都出不了球。最後點球紅牌沒有什麼問題，但今天皇馬那麼多次跳水，竟然也沒有得到一張黃牌。我不想在這裡和球迷們爭執，也不想爭執。總之，這種踢大爺球的皇馬的比賽踢的是真醜陋，勝之不武。甚至連小將馬斯坦多諾，我們都以為他上場一定是瘋狂的跑，可是今天也在踢大爺球，動都不想動。看了30多年的皇馬的足球了，沒有看過這麼惡心的比賽，沒有一點拼勁兒，踢個保級隊就靠騙點球，踢得太醜陋了。這也是巴列卡諾的球迷可能今天最多的一集。今天姆巴佩在第99分鐘34秒打入的點球，是本世紀注意是過去26年本世紀皇家馬德里在西甲比賽中打入的最晚制勝球。同樣是在賽季中途換教練，同樣換上來過去的名宿看守教練。剛開始的時候，阿韋羅亞帶還可以，但今天這是什麼樣的皇馬？我現在對皇馬也是毫無思路，毫無頭緒，也不知道未來該怎麼辦。但是不好的消息又傳來，貝林厄姆在比賽中遭遇了膾繩肌的撕裂，將傷缺1個月。他是在一次沒有防守的情況下，自己帶球推進中，突然左側的膾繩肌劇烈刺痛，隨即就示意要換人。最終貝林厄姆勇敢地自行走下了球場，但過程中滿眼都是淚水。當時看他的面部神情，已經印證了傷病的嚴重程度。他用球衣掩面，含淚離開賽場。隨後也將接受詳細檢查，但可以確定的是，幾乎鐵定傷缺1個月，肌肉撕裂的結果已經沒有懸念。所以貝林厄姆2月份將無法出戰，也將缺席和本菲卡的2回合歐冠淘汰賽附加賽。踢球的球迷們所以也要注意膾繩肌還有腹股溝和膝蓋的保護。網上也有一些訓練和康復的教程，可以自己跟着做一做，可以自己找點簡單的跟着做一做，總比不做强。今天賽後巴爾韋德的話代表了老 K 的心情。巴爾韋德說，我們要更冷靜些，我們不能總等着對手失誤，應該改善進攻並進更多的球。現在我們必須全力以赴，聽從教練的安排，做體能訓練、戰術訓練。最關鍵的階段現在才開始，為目標而奮鬥是最美好的事情。可是說的比做的好聽。今天前面70分鐘皇馬踢的是什麼東西？從來沒有想到皇馬有一天的足球會如此的乏味。其實你技術差，中場沒有創造力沒有什麼，可是連一點鐵血的精神都沒有。在歐冠輸球之後竟然是這樣的回應，我真不知道皇馬更衣室發生了什麼。連馬斯坦托諾都踢大爺球，都不想跑了，這樣的比賽不平也罷。對了，姆巴佩今天在單賽季已經打入了12粒點球，上一位比他更多的西甲球員是 C 羅。2014到15賽季的 C 羅打入了13粒點球，那一年他是一共進了61個13個點球。姆巴佩本賽季是37個進球12個點球，但是我覺得沒有意義啦。如果球隊打成這個樣子，你個人的數據再好又有什麼用？不過今天開場維尼修斯的心態和決心我認為是不錯的，只有他讓我看到了一點跟其他球員不一樣的東西。還有居萊爾也在不斷的要球，他們倆是有想贏球的欲望。今天賽後維尼修斯結束了連續13場西甲進球荒之後，在社媒上發文表示，至死忠於這家俱樂部，永遠都是皇家馬德里。老 K 覺得話說的沒錯，但是您能不能先把靴的事兒把它給定了？
好，今天另一場屎一樣的比賽，曼城連丟2球，2-2戰平熱刺。從2-0領先到2-2，對面主教練弗蘭克都在努力，他嚼口香糖的頻率是漸漸上升，越嚼越香，越嚼越有勁兒。今天這場比賽其實跟曼聯的那一場整個過程如出一轍，連補時都一樣，就差在最後5分鐘曼城的表現。而熱刺也堪稱曼城克星，下半場踢得太有韌勁兒了，太有勁兒了。當然，另一方面，裁判也是曼城的克星，一個黑哨3分變1分。這個裁判呀，今天連隔山打牛都出來了。所以從曼城球迷的角度來看，無論對方的球員對哈蘭德怎麼犯規都沒有用。哈蘭德在場上就像透明人一樣，裁判也不管他的死活。第二，主教練也完全把他當綠葉。不過另一方面講，如果裁判認真的話，那曼城羅德里也已經紅牌被罰下去了。今天的哈蘭德可以看出來已經放棄了英超，我覺得他已經在保護自己的身體，一切為了世界杯留力。反正我哈蘭德在前面也拿不到球權。到了最後1分鐘的時候，福登還在那裡套邊，哈蘭德呢卻笑嘻嘻的。關鍵是套了邊還要回傳，哈蘭德這樣的態度啊，還有在場上的作用啊，真的是不如人意。他這樣的狀態根本就沒有求勝的慾望。爭冠的路上90分鐘平局，馬上就要丟掉2個積分，竟然還能笑得出來，哈哈。還有就是馬爾穆什，瓜迪奧拉是真的放棄他了嗎？我要是馬爾穆什，我已經想離開了。另外，剛來的塞門約狀態很火，可塞門約現在一拿球節奏就太慢了，明明邊路1對1的機會，他愣是要等到对面的中場收縮回來。還有努里，還有塞門約，帶都丟了多少次球权了，都把自己當梅西。好多次1對1这種降速等對面回防，真有一種讓人說不出來的難受感。所以曼城的問題也不簡單，就是裁判的問題，被搶了20多分鐘，中場跟筛子一樣，被對方一打就穿。現在瓜迪奧拉的球隊真的太无趣太無聊了，又回到了上賽季最無聊的那種感覺，在外圍傳來傳去就是不射，那哪來機會？沒有鬥志，沒有慾望，跟曼聯相比，最後連搏鬥的精神都沒有，就會在那兒磨磨唧唧傳安全球，簡單的下底傳中都不會，太菜，不配贏。雖然瓜迪奧拉是歷史第1級別的教練，但現在真的是越來越垃圾，臨場應變是一點都沒有。看了一下過去這麼多隊換了教練之後的感覺，雖然瓜迪奧拉最差的成績也是英超第3，但是曼城在每個冬窗和夏窗的投入，那是其他球隊能比的嗎？我真覺得本賽季夏天瓜迪奧拉如果走，換一個教練也許會不一樣，但有個前提，如果是瓜迪奧拉的弟子什麼馬雷斯卡來，那估計還是那味兒。好，最後客觀公正的說，今天這一場每把熱刺都能打穿，那是曼城的問題，可是丟這2個積分確實是裁判的問題。裁判又有問題，自己的球隊又有問題，球員又累得根本就跑不動，也不早點換人，馬爾穆什都不用。本來上半場中場的奧萊利搭檔羅德里踢的是挺好的，可下半场又要玩花活，給換了個位置。本來沒腰，瓜迪奧拉自己都要作妖。算了吧，曼城自己都不想拿英超冠軍，那我老 K 還有什麼好說的？賽後接受採訪的時候，記者問啊，你是不是現在優先考慮其他賽事啊？瓜迪奧拉竟然說，我們還有14場比賽呢。哎呀，再加上英足總的裁判連着都黑了曼城好幾場，都不知道少了多少個點球了。再看看一個堂堂主教練竟然這麼沒有心氣兒的回答，曼城球迷是真想吐。值得一提的是，自波切蒂諾以來，弗蘭克是在单賽季英超对曼城拿分最多的热刺主帥，本賽季竟然1勝1平，在曼城身上拿到了4分。要知道，這可是英超排名第14的熱刺啊！怎麼說呢？就像鬥獸棋一樣，老鼠能吃大象，弗蘭克竟有點傻逼克高手的味道了。對了，值得一提，熱刺還有一次對瓜迪奧拉曼城的雙殺，可是當時是2個主教練執教的，可是那個賽季是2個主教練努諾和孔蒂共同帶來的。今天賽後，中場羅德里也說啊，最近判罰對我們曼城太不公平了，我們因此丟掉了本來可以拿到的積分。羅德里說啊，是的，那次明顯的犯規很明顯，非常明顯，我不想說太多，但所有人都看到了，這對我們來說不公平，真的不公平。當 VR 也在回看這些情況的時候，你希望我怎麼看？你希望我怎麼想？有3個人在看這次動作，這又不是一個一閃而過來不及看清的瞬間，那是一次很清楚的動作，非常清楚的鏟球，他先踢到了腿，然後由於動作的慣性，球才被送入球門。在比賽當中你可能看不清，我當時也沒看清，可是在慢動作回放裡，這一點真的非常清楚啊。老實說，問題在於裁判他們甚至都沒有給我們一個解釋，也沒有去認真查看，這看起來就像是沒問題，很清楚，繼續比賽吧。所以在比賽中你會覺得好像什麼都沒發生，但當你回到更衣室再看回放的時候，真的讓人非常沮喪。所以我其實不太想多談這個問題，因為我們一直秉持一種心態，不找借口，贏就是贏，輸就是輸，不靠借口。
但有些時候吧，你必須把事情说出来，因為這個英超聯賽的水平實在太高了，這些小細節會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對我們來說，我的感覺是，至少在最近一段時間裡，我不是說整體啊，而是最近這段時間對我們曼城並不公平。我們本可以拿到更多分數，卻因為這種判罰而丟掉了。是的，今天我們落後6分，我們會繼續向前，準備下一場比賽，就像我們一直做的那樣。但我們是職業球員，裁判也是職業人士。如果我們想贏球，每個人都必須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正是所有人的共同努力，才構成了這個在我看來是世界上最好的聯賽。所以現在對我來說很困難，你必須支持自己的隊友，鼓勵他們抬起頭。我是隊長嘛，努力向前。但是你可以忍1次，忍2次，但到了最後，就像我們在最近1個月或者最近2個月裡的感受一樣，這種情況已經很難去分析了，因為它會改變一切，改變情緒，改變結果，改變所有東西。是的，事情就是這樣。哈哈，怎麼說呢？羅德里這話糙理不糙，但是呢，由羅德里說這個話也不太對，因為今天裁判如果公平的話，你早就紅牌被罰下去了。但是怎麼講呢？就跟曼聯那場比賽一樣，裁判的水平只是弱，這畢竟是世界第1聯賽英超。總的來說，還是比意甲、比西甲的裁判水平要高多了。包括德甲，對吧？拜仁慕尼黑的球迷最明白德甲裁判什麼水平，是吧？好，今天的下半場曼城有多弱呢？這是他們自2007年以來首次連續3場的英超下半場0射正，這個數據有點恐怖啊，是真的有些恐怖啊。上半場熱刺懶洋洋的，曼城雖然領先，但也是懶洋洋的，大家都踢大野球。可下半場熱刺亮刺刀，都已經開始拼刺刀了，曼城的球員卻說好鬆弛啊。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該拿的冠軍都拿過了，感覺比前幾個賽季的曼城慾望和鬥志啊，真是有嚴重下滑。給我的感覺就是主教練瓜迪奧拉真有一種不想幹的感覺，不想幹就走吧。現在談什麼曼城還差一個強大的偽9號球員，還差一個強大的出球後腰球員，談那些都沒有用啊！曼城給了你多少錢買人了？如果咱們總是說現在的曼城球員比過去的曼城球員差遠了曼城都連續幾個轉會窗口買最好的球員了。連續3場的比賽，曼城都是上半場2-0領先，下半場卻狼狽防守，不是當年的控制力，你怎麼可能守得住？為什麼就不能拼一拼，像曼聯一樣用更高效率的方式去進攻呢？花了這麼多球員，像馬爾穆什這些球員真的差嗎？坦白講，我就是看不到曼城現在將帥一心對冠軍的渴望，看不到了。那麼今天也是自2018年4月当時對陣曼聯以來，曼城首次在半場領先2家球的比賽中沒能取勝。此前他們各項賽事半場領先2家球的115場比賽全部獲勝，這115場的記錄都被打破了。在瓜迪奧拉執教曼城的最後的最後，我們開始見證一些恥辱記錄的誕生。確實，曼城現在踢得也不好，而且本賽季也是曼城沒有在任何一次 VR 檢查中獲利無論對手手球還是越位。這場哈蘭德都已經被爆摔了 ，VR 也不看。上半場切爾西連過2人打門被撲，那球不撲就進了，結果裁判給了門球，對方門將可是神撲裁判居然給了個球門球。哎呀，不過兩方面原因都有吧，曼城現在也確實踢得很抽象，看看得了，瓜迪奧拉該走人了。狀態不佳的哈蘭德最近11場比賽只打進了1個運動戰進球，這身價2億歐元的25歲高中鋒都已經被扳平了，還在跟對面的球員聊天呢。哎呀，一聲嘆息呀。所以顯而易見，哈蘭德腦子裡只有3個字：世界杯。那這種情況下，為什麼不用馬爾穆什？為什麼不用馬爾穆什？不過想想也正常，這畢竟是哈蘭德第1次世界杯嘛，而且英超聯賽早就曼城大勢已去，老 K 都能看得出來，哈蘭德能不明白？就看看歐冠的時候，曼城哈蘭德還拼不拼一下？總之有些過於鬆弛了，這陣子真的不夠 carry。哈蘭德如果不進球，曼城確實很難贏球。今天的強對話，哈蘭德不是來踢球的，是來交朋友的。當然這也不怪他，過去那麼多場在前面根本拿不到球權，你球都不傳到他那兒，你讓中鋒怎麼想，怎麼踢球？對了，今天对面索蘭克呀進了一個非常漂亮的蝎子擺尾，在他射門的時候，預期進球只有 0.04， 此球只應天上有，人間難得幾回聞。這個進球今天確實是藝術，確實屌，把主教練弗蘭克在場邊都看高潮了，甚至只有在這個球被打進去了之後，這個動作才能算作是射門，簡直了！今天這個球真是過去大吉魯附身在索蘭克身上。索蘭克自己賽後也說這大概是我職業生涯最精彩的進球之一，我會好好回味的。梅開二度的索蘭克也當選了全場最佳球員。今天的關鍵先生，這是他職業生涯首次在英超面對 Big6 球隊完成梅開二度。甚至此前他曾經效力過切爾西、利物浦和伯恩茅斯，
但都没有能夠解鎖此成就。至於今天第一個進球隔山打牛，先踢曼城球員的腿再進球，英超官方竟然給了公告，說索蘭克是碰到了球，並不是犯規，因此進球有效。這種賽後亂七八糟的官方公告啊，你寧願不出，知道嗎？犯錯不要緊，承認就好了。但你真當全天下的人都沒有眼睛，都是傻子嗎？好，今天在另一場比賽，意甲的科莫隊主場0-0戰平了亞特蘭大。在比賽的最後時刻獲得了點球，但仍然由尼科帕斯主罰的點球被亞特蘭大門將撲出，從而沒能完成讀秒絕殺。要知道，這已經是尼科帕斯在意甲聯賽中第3次主罰點球，可他的這3個點球竟然沒有一個能夠攻破對手球門。嚯，就這種情況下，法布雷加斯你還讓他罰點球，這方面呀，真要向國際米蘭的老塔羅學習，罰不進咱就不罰點球唄。最佩服的是今天尼科帕斯啊，他明明點球不是自己的強項，但是在主裁判回看完 VR 之後決定判罰點球後，他一直把球死死地抱在懷裡，搞得自己就像無可置疑的點球手一樣。你前2次罰丟了就算了，這次還罰的沒有角度沒有球速，說明你根本就沒有去練過點球，還死皮賴臉的要去搶點球來罰。這可是補時階段最重要的一個球，就因為你丟掉了2個聯賽積分，這應該把主教練法布雷加斯都給氣死了。好在尼科帕斯下賽季回了皇馬之後，也不需要在點球這事上動腦筋，咱們姆巴佩罰點球那是妥妥的，你就靠邊站吧。1.86米的尼科帕斯又有阿根廷護照，又有西班牙護照，他是阿根廷人，出身於皇馬青訓。現在皇馬和阿根廷球迷都希望他回到皇馬之後爆發，或者在世界杯上爆發。所以這2個強大的球迷群體在尼科帕斯身上完成了統一。好，今天另一場意甲比賽，國際米蘭客場2-0擊敗了克雷莫內塞。可比賽中一個突發事件一度讓比賽陷入中斷。下半場開始後不久，就在國際米蘭組織進攻的時候，克雷莫內塞的門將身邊突然發生了爆炸。這位過去國米的舊將當場就被炸得倒地不起。顯然這次爆炸就是他身後的客隊國際米蘭看台上的球迷引發的。在事件發生以後，主裁判當即吹停了比賽，而國米的球員和教練也紛紛走到看台下面，呼籲國米的球迷立刻停止這樣的暴力行為。門將奧黛羅在起身以後，還向主裁判示意自己的大腿被炸傷了。匪夷所思的是，國米球迷已經不是第一次犯傻了。早在2005年，他们曾經在著名的煙花德比當中投擲爆炸物，炸傷了 AC 米蘭的門將迪達，從而導致國米在歐冠1/4決賽當中直接被歐足聯判負出局。這國際米蘭的死忠球迷是不是有病啊？老 K 是血統純正的藍黑球迷，05年的事兒我就記得很清楚，還在這兒犯傻。本來2-0贏這場比賽妥妥的，你現在搞出這種事兒，最後被判負，本賽季的冠軍沒有了，你是不是應該負責任？還有在這球迷扔爆炸物時候，身邊的國米球迷，你們就不能幹幹人事嗎？阻止他呀！這蠢貨炸的煙花還炸到了自己國米的舊將，這樣的行為直接激怒了對方的球員。恢復比賽以後，對方的明顯動作就更大了，各個球都在肉搏，極端球迷真是不幹人事，這種價值觀真是蠢蛋流氓，真的笨蛋。而且奧黛羅還是咱們國米的舊將，自己人你也炸，真心不應該。不過好在賽後前意甲裁判談到這件事啊，他說國際米蘭不會因為爆竹事件被判0-3，可是會面臨大額罰款。所以啊，現在的意甲跟英超的差距真是全方位的，包括安保，包括球迷的文化啊等等。好，今天的比賽，諾丁漢森林主場1-1戰平了水晶宮。森林隊的內科威廉斯在45分鐘就被罰下。罰下以後，水晶宮的薩爾點球命中，這也讓開場第5分鐘吉布斯懷特的進球付諸東流。而阿斯頓維拉竟然主場0-1輸給了布倫特福德。有趣的是，42分鐘布倫特福德沙德就被罰下，可在多打1人的情況下，阿斯頓維拉竟然還輸了，這真是衝冠路上翻大車呀！爆出了一個大冷門。今天42分鐘，沙德還是因燈塔卡什的下體染紅。維拉隊在關鍵的時刻陣容的單薄還是暴露出來了。好，另外荷蘭甲級聯賽的重磅埃因霍溫主場3-0戰勝菲耶諾德，法甲里昂1-0戰勝里爾，西甲皇家貝蒂斯原神安東尼是2-1戰勝了瓦倫西亞，多特蒙德3-2戰勝海登海姆，帕爾馬主場1-4輸給了尤文圖斯，斯特拉斯堡1-2輸給大巴黎。今天在轉會市場方面，亞特蘭大的前鋒盧克曼 Here we go 即將加盟馬競，所有的細節已經敲定，3500萬歐元的固定轉會費，還有500萬歐元的浮動條款。28歲的盧克曼在德轉身價也是3500萬歐元，
本賽季代表亞特蘭大出場了19次，3個進球2個助攻。還有剛剛轉會狼隊的華人球員徐冰將租借加盟英甲球隊巴恩斯利，這也是英格蘭第3級別的職業聯賽。目前巴恩斯利排名英甲第15位，高出降級區5分。巴恩斯利過去也踢過英超啊，徐冰去了好好幹吧。老 K 也決定在 FM 足球經理遊戲裡面執教巴恩斯利，目標只有一個，培養華人球員徐冰。好，今天羅馬諾也爆出消息，曼聯新主帥卡里克確實賞識拉什福德，但巴塞羅那肯定想留住拉什福德。另外，多特蒙德和切爾西的爭端，多特蒙德試圖說服安塞爾米諾永久加盟，可是切爾西對這件事感到很失望。切爾西認為他是非賣品，但是一個非賣品，切爾西竟然將他租借到法甲的斯特拉斯堡。那麼現在看來，把他召回就是怕他留在多特蒙德。這位20歲的阿根廷後衛，為了他，切爾西和多特蒙德已經撕破了臉。好的，利物浦方面正在洽談海特勒伊達，這位25歲來自荷蘭的後衛，從萊比錫租借加盟了桑德蘭，目前出場17次，得轉身價2000萬歐元。紅軍利物浦已經率先和桑德蘭取得了接觸，因為主教練斯洛特在菲耶諾德時期就對這個球員非常了解，利物浦正在推進這件事兒。另一方面，利物浦還和雷恩隊就今年夏天總價6000萬英鎊引進亞凱進行談判。除了利物浦，切爾西也在進行相關的討論。而雷恩隊如果出售亞凱，可能會讓他租借留隊到賽季結束。利物浦自己的球員柯蒂斯·瓊斯認為自己在主教練斯洛特的戰術中沒有位置，他很着急要加盟國際米蘭。國米方面為了東窗的壓哨引援，正在做萬全的準備，計劃在意甲東窗關閉前敲定1到2筆的引援。好，皇馬方面仍然認為自己的中場答案是大巴黎的維迪尼亞，但這個轉會必須要球員自己本人去推動。不過猶記得過去在大巴黎的時候，當時維迪尼亞剛剛來，沒有給姆巴佩傳球，姆巴佩直接攤手不跑了，往回走，賽後引起軒然大波，對維迪尼亞是鋪天蓋地的謾罵和質疑。這件事兒雖然已經過去了，但維迪尼亞心裡面有沒有陰影呢？在姆巴佩走後，他在大巴黎上賽季金球獎第3，僅次於登貝萊，這個賽季直接已經成為了大巴黎頭牌，絕對的主力核心。維迪尼亞是真的想走，真的想去皇馬投奔姆巴佩嗎？這件事得好好。還有現在皇馬的更衣室亂成一團，都啥樣了？另一方面，馬特塔即將以超過3000萬歐元的價格加盟 AC 米蘭，正在接受體檢。這位水晶宮1.92米的高中鋒，在本賽季聯賽首發23次，8個進球。而水晶宮方面用4300萬英鎊再加500萬英鎊的浮動報價狼隊的前鋒拉森已經被接受。還有關於前段時間 B 費向皇馬自薦的新聞，羅馬諾已經闢謠，這完全是假新聞，因為他在曼聯很開心。好的，朋友們，感謝大家的陪伴，希望您能夠點讚、評論支持一下，咱們明天再見。